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新剧《临江仙》热播，热度突破9000，观众直呼看不够。白鹿带着她的老东家于正，推出了一部自创的仙侠古装剧《临江仙》，刚一播出就直冲平台热榜第一。这部剧把一直霸占榜首的《藏海传》撇到了一边，还让刚上的绽放的许开心追不上，热度直接冲破了9000，创下了今年的新高，简直就是个爆炸级的剧集啊！果然白鹿回到古装剧一晃就显现实力，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啊！这部剧也是白鹿今年亮相的第3部作品了，一部是爱奇艺的古装仙侠剧《白月泛星》，播放次数狂破19亿，热度炸到9600。另一部就是改编自徐则臣获茅盾奖的电视剧《北上》，在央视一套收视猛扎3.615%，帮着央艺黄金时段收视份额创新高，16年都没见过这么火。还搞了个大讨论会，果然于正这次没放飞自我，正好碰上高考季节，这会儿连暑假都还没来呢。这部把悬疑、伦理和仙侠乱炖的《临江仙》能让剧迷疯狂追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主演们太牛了。临江仙的故事又是虐心、复仇，还玩3次婚姻和几场离婚情侣的爱恨纠缠。有些网友在噼里啪啦的吐槽那些千篇一律的仙侠剧，铁打的白鹿就是那颗老铁球。说到底，近几年内娱那些穿着袍子唱歌跳舞的小仙女和古装戏多得让人晕乎乎的，观众都开始觉得眼花缭乱了。说实话，白鹿出道快10年了，这2年才接了3部仙侠剧，从长月烬明到白月泛星，再到临江仙，可是味道各有千秋呀。从临江仙播出的6集来瞧，场景看起来真是假的不行，为啥那些长老一个个都穿着大红袍呢？这是过年吗？那男主就待在那儿，看女主冲过来扑到他身上，结果亲到脸了，这事也算挺搞笑的。越看越觉得小银子，我反而觉得特别有意思。于正这一部剧神秘感十足，里头的特效还有点风水玄学的味道。第一次见到男女主竟然是一对共生体，剧情一会儿正着讲一会儿反着来，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女主和白九思的那对假面夫妻到底是在玩文字游戏，还是藏着更大的秘密呢？真是看得我脑壳疼。这也是白鹿最后拍的仙侠剧了，凭借她那灵活的表演魅力，吸引了一大堆新粉丝。在《临江仙》这部剧里，白鹿扮演的4灵仙尊花如月变成了李清月，重生后失忆，竟然成了顶尖净云宗守门的小弟，干了11年的保安。你看她一上场就穿着那种腰身紧致的古装裙子，加上长裤，还梳了一头像鲶鱼胡子的发型，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啊！这妆看起来真是土的掉渣，让人无话可说。仙侠剧的飘飘欲仙才行啊，可是女主的妆容我实在看不懂。小银子，我真心搞不明白，白鹿前几集那俩辫子是干啥用的？那女主穿着一身红红的婚纱，脑瓜顶上那个装饰，我第一眼还以为她是把果盘倒扣上去了，感觉像是个吃了毒熏的仙女。这剧情简直是个4不像，我边看边骂，心里却还是忍不住想继续捧场。这姑娘也是够倒霉的，进门11年了，跟那师兄张酸守着门口3年，地位低的让人没法注意她。她开口想解释，人家根本不搭理。师兄师姐看了消息就随便回复，受了伤也只能指望自己命大。故事发展得飞快，第1集里男女主就亲热了，第2集直接进入婚礼，女主一到天上跟白九思过日子，不光妆容简洁的多了，整个人的气质也升华了。白鹿演得真活泼，情绪好像从心里蹦出来一样，眼睛闪闪发亮，笑得甜滋滋的，把李清月那种灵气四溢又稚气未脱的样子表现得特别好，
前面真是萌到爆，剧情挺搞笑的，看到5、6集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心疼了。白鹿的演技一直都不错，招摇、霍玄和石仪这3个角色把她的古装剧事业推向了巅峰，特别是她在《周生如故》里面的哭戏，那真是哭得我心都碎了。在《王牌部队》里演得真不错，扮演的胡杨把青涩、懂事和成熟这3个阶段都表现得很到位，而在《白月繁星》里，根本就被白鹿的表演给牵着鼻子走情绪了。北上的这场戏真是精彩绝伦，尤其是夏凤华得知自己病情回家时，独自坐在桥头默默流泪的那个瞬间，看得我心里一阵揪疼。心态杠杠的，虽然被当成普女调侃，依然我行我素。6集全看完了，看到第3集的时候，简直让人停不下来啊！真正的故事线等到第3集才开场呢。要是这全部都是女主故意搞出来的骗局，她其实没忘事儿，反而是算计一番，借机制造麻烦，强行出击，只为贴近男主，悄悄拉近关系，那这故事就太带劲了。2. 曾舜晞新剧演技翻车，邓演是表演遭潮，与白鹿 CP 感全无。曾舜晞的《临江仙》首播竟然被网友集体吐槽难看，这可不是一部普通的作品。作为于正力捧的新剧，它从开拍到播出都备受关注，甚至一度传出必爆的豪言，现实却狠狠打了脸。首播当晚，《临江仙》难看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而曾舜晞的表演更是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说他面瘫，无论愤怒还是悲伤，表情永远波澜不惊；有人调侃他只会瞪眼，仿佛每一帧镜头都在演震惊体。更扎心的是，白鹿与他的 CP 感也遭到质疑，两人毫无火花，像是在演塑料情侣。如果你看过《临江仙》的预告片，或许会对曾舜晞的表现有所期待。毕竟他在多部影视剧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尤其是在《云起时》中的表现也曾赢得不少好评。可没想到这部被寄予厚望的仙侠大戏，却让他的演技成为争议焦点。有网友指出，曾舜晞在这部剧中的情绪表达过于单一，几乎所有的台词和眼神都集中在瞪眼这一动作上。无论是面对爱人、敌人，还是经历生死别离，他的表情始终如一，仿佛在用同一个模板演绎千变万化的情感世界。这种面瘫式表演不仅削弱了角色的立体感，也让观众很难带入剧情。更有甚者，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出一段表情包合集，把曾舜晞的每一个镜头都剪辑成震惊脸，配上各种搞笑字幕，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尽管这些内容带有娱乐性质，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观众对演员表现的不满。有业内人士透露，其实两人私下关系并不亲密，拍摄期间也没有太多交流。虽然剧本中安排了不少相爱相杀的桥段，但由于缺乏情感基础，导致很多关键情节显得苍白无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剧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片场大多是靠导演调度完成对手戏，几乎没有自发性的互动。此外，部分观众还质疑两人的形象搭配是否合适。白鹿饰演的花如月本应是一个温婉柔情、内心坚韧的女性角色，而曾舜晞饰演的白九思则是个冷峻果断的玄尊。从外形上看，两人确实有一定的反差感，但在实际呈现中，这种反差并没有转化为戏剧张力，反而让人觉得格格不入。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评价，《临江仙》的制作团队显然没有坐以待毙。作为该剧的总制片人兼编剧，于正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坚称《临江仙》一定爆，并暗示一些负面评论可能是竞争对手故意抹黑所致。而主演黄奕则直接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剧照，并配文：“怎么难看了？我觉得我挺好看的啊！”态度颇为强硬。不过，这些回应并没有平息舆论风暴，反而引发了更多争议。
有网友认为，于正的甩锅行为缺乏诚意，与其花时间解释，不如好好打磨剧本。也有声音指出，黄奕的自我肯定虽然可以理解，但在公众场合如此高调回应负面评价，似乎不太符合行业惯例。从时间节点，临江仙的上线正值暑期档前期，竞争压力本就不小。与此同时，近年来仙侠剧市场逐渐饱和，观众对这类题材的审美疲劳也在加剧。句号。在这种背景下，临江仙要想脱颖而出，除了依赖演员阵容和制作水准外，还需要足够强的剧情支撑和情感共鸣。句号。可惜的是，目前看来这部剧在这2个方面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句号。曾舜晞近年来频繁出现在各大热门剧中，曝光率极高。句号。这也意味着他面临的观众期待值同样水涨船高。句号。此次出演临江仙，他不仅是男主角，更是整部剧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旦表现不佳，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更何况，他还背负着于正力捧新人的标签，无形中增加了外界对他演技的审视力度。目前临江仙的口碑已经受到重创，想要扭转局势，恐怕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剧情能否逐步吸引观众，以及曾舜晞等人是否能在后续剧情中有更好表现。如果能通过角色成长带动演员演技提升，或许还能挽回部分观众的心。句号。但从现有反馈，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句号。至于于正和黄奕他们的高调回应，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舆论风向。句号。但如果能拿出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或成果，比如收视率飙升、网络热度持续上升等，也许还有机会扭转局面。句号。否则，这场风波很可能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句号。无论如何，临江仙的争议已经为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再好的资源和宣传，也无法掩盖作品本身的短板。真正决定一部剧成败的，依旧是剧本质量、演员表现和观众口碑。